得嘞，诸位，今天咱们从一个消失了5个月的数字说起。2023年8月15号，国家统计局的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宣布，从这个月起暂停发布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给的理由有2条，一条是经济社会在发展，统计工作需要完善，另一条更具体，说是对于毕业前就找工作的在校生要不要算进劳动力，各方看法不一，青年的年龄范围也需要研究。咱们把这个数字停发前的最后3个月摆出来。2023年4月 20.4%， 这是2018年有这个数以来的最高。5月 20.8%， 6月 21.3%， 3个月3级台阶一路向上。第4个月这个数字不见了。5个月之后2024年1月它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换了尺子，16到24岁的失业率从此不包含在校学生，按新尺子量出来的头一个读数是2023年12月的 14.9%。 您注意这2个数的落差。停发前最后一次公布是 21.3%， 恢复后第一次公布是 14.9%， 中间没有发生任何就业市场的奇迹，变得只是尺子。统计局给的解释是站得住的。那一年城镇16到24岁的人里，在校生有6200万左右，占60%多，不在校的约3400万。在校生的主业是念书，不是打工，把他们算进来，混淆了找兼职的学生和真正要养活自己的青年。这个道理我认可，但诸位，今天这期不是要争论新口径，对不对？今天要问的是另一件事，换了尺子之后，尺子量的那个东西变了没有？先把骨头亮出来。失业率这个指标有一个藏得很深的前提，你得还在找。统计上一个人要被算成失业，必须同时满足3条：没工作、能工作，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真的找过工作。那么一个人如果不找了呢？他不进分子，也不进分母，他从这个数字里整个消失。这就是今天要说的那件事。失业率是一个只统计人在挣扎的人的指标，放弃的人他看不见，所以这个数字下降，可能是因为找到工作的人变多了，也可能是因为放弃找的人变多了。这2件事在数字上长得一模一样。这不是中国统计的独门问题，全世界的失业率都这么定义，区别在于别人怎么补这个洞。美国劳工统计局每个月发布的失业率不是一个数，是6个，从 U1 到 U6。 咱们平时在新闻里看到的美国失业率是 U3， 也就是主口径，而 U6 是把3种人都加回来的宽口径，灰心丧气不再找工作的，勉强打零工但想要全职的，想工作但暂时没去找的。 U6 通常比 U3 高出将近1倍，也就是说美国人自己承认主口径漏掉的人差不多和他数进去的人一样多，所以他们把宽口径也摆在桌面上，谁都可以查。中国只公布一个数，灰心求职者有多少，想全职只找到零工的有多少，没有对应的公开数据。这不是说中国的主口径算错了，是说那个用来补洞的数咱们没有。好，记住这个洞，咱们接着看恢复发布之后的走势。新口径下，这条线从 14.9% 起步之后一路走高，到2025年8月 18.9%， 创下新口径以来的最高，到2025年12月回落到 16.5%。 诸位比一比，就口径的最高是 21.3%， 新口径的最高是 18.9%， 中间隔着一次统计方法的调整，也隔着2年。这2个数不能直接比，这一点我得说清楚。口径不同，比了就是耍流氓。但有一件事可以比，无论用哪把尺子，这条线的方向都是往上的，直到最近才回头。而 16.5% 是什么概念？把在校生排除之后，每6个真正需要工作的青年里，就有1个找不到活干，并且他还在找，还有1个数藏在同一份公报里，很少有人注意。统计局在改口径的时候，顺手新增了一个指标，25到29岁不含在校生的失业率。2023年12月，这个数是 6.1%， 16到24岁 14.9%， 25到29岁 6.1%， 同一天公布，差了1倍多。这说明什么？说明坎就在毕业那几年，熬过去了，数字上你就正常了。可怎么熬过去的？数字不管，数字不管，咱们管。一个23岁的人毕业1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有几条路，考研2战3战，备考中的人不算失业，他没有在找工作，考公1年备考同样不算，回家里蹲着，爸妈管饭，网上管这叫全职儿女，统计上这叫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有一条，也是人最多的一条，去跑单。于是就到了今天真正的落点，那些不在失业数字里的人去哪儿了？官方给了一个词叫灵活就业。人社部2025年12月的口径，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亿，占城镇就业人员的 27.6%。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也在2亿这个量级。202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亿4041万，其中城镇就业4亿7032万，灵活就业占全国就业的 27% 左右，2亿人。诸位掂量一下这个数，这个数比日本的总人口还多，每4个有工作的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多在这个框里。灵活就业是什么？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家政、临时工、直播带货、接单的设计师和翻译。它是一个框，装的是所有不签固定劳动合同、没有固定雇主、按单或者按天结算的活儿。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说法。零工经济、平台经济说的是同一批人，技术让工作变碎，这是真实的趋势，不是中国独有的。但这个词在统计上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性质，只要你这个月接过单，你就是就业。您送了3天外卖，就业；您开了2周网约车，就业；您在直播间做了1个月没卖出去几单，还是就业。于是失业和就业之间那道线被这个词抹平了。一个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去跑单的人，在数字上和一个签了合同、交着五险一金的人同属就业人口。诸位注意，我不是说这2亿人都是被迫的，里头有很多人是主动选的，自由，时间灵活，收入可能还更高，这是真的。开网约车月入过万的司机是存在的，做家政做出口碑比坐办公室挣得多的阿姨也是存在的。但有一个数字把这个框的另一面都出来了，这2亿人的社保参保率不足30%，7成以上的人没有企业替他交养老和医疗，想交可以自己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交，但那是全额自己出，在职职工的社保公司出大头，个人出小头。灵活就业者2头都是自己，一个月几百上千，对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是笔硬支出，所以大多数人不交的后果不在今天，在20年后。今天25岁跑单的年轻人到45岁体力跟不上平台节奏的时候，他的养老账户里是空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晚年问题，这是2亿人的晚年一起到期。现在诸位把这件事和咱们前2期讲的接上。第16期讲养老金，社科院的精算报告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当期结余可能在2028年前后转负。那个模型里最要紧的变量是什么？是缴费的人和领钱的人的比例。第17期讲医保，集采把药价压到地板上，压价的动力从哪儿来？也是同一件事，池子里的钱不够。而现在您看见了，池子边上站着2亿人，其中7成不往里交钱，这不是他们不想交，这是这套制度的设计跟他们的处境对不上。社保体系是按有固定雇主、有稳定工资这个前提设计的，单位代扣代缴，按月入账。而这2亿人恰恰没有这2样，制度的假设和现实脱钩了。而在脱钩的地方，官方的处理办法是发明一个词把它盖住。这就是我今天真正想说的那件事，统计口径的调整和灵活就业这个词的流行是同一个动作的2面，前者让不好看的数字变得没那么难看，后者让不好定义的处境有了一个体面的名字。2个动作都没有造假。青年失业率的新口径有学理依据，灵活就业也确实是全球趋势。这2件事我都得承认，可它们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效果，一个真实存在的2亿人规模的没有社保覆盖的就业形态，在统计上被登记为就业，在语言上被登记为灵活。于是从数字上看问题不大，从词上看还挺时髦。我给您举个不那么严肃的类比，一家饭馆生意不好，菜卖不出去，老板做了2件事。第一，把当日剩菜这一栏从账本上取消了。第二，给剩菜起了个新名字，叫次日精选。账本干净了，菜单还多了一道新品，
可后厨那些菜一根没少。说到这儿，得说几句公道话，不然这期就不站得住。第一，中国的失业率统计口径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基本一致，分母是劳动人口，不是总人口。失业的定义是有工作意愿并且近期找过工作，就业人口也包含灵活就业，这几条都跟国际通行做法一样，所以不能说这个统计是编的。第二，把在校生从青年失业率里踢出去，这个改法本身有道理，国际上也有类似处理。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一点我认可。而且新口径同时增加了25到29岁的指标，信息量是增加的，这要承认。第三，青年就业难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的年轻人这几年都难。欧洲南部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常年在 20% 以上，这是产业结构变化叠加经济周期，不是哪个国家的独家问题。第四，针对灵活就业者的保障不是完全没动，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7个省市铺开，覆盖外卖、出行、即时配送等行业。一些地方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这些是真进展。那我批的是什么？我批的是2件事。第一件，当一个指标变得不好看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研究这个指标，而不是研究这个指标指向的那件事。您注意2023年那次停发的时间点，4月创新高，5月更高，6月再创新高，8月停发，不是在数字平稳的时候从容的完善统计方法，是在它连创新高的第4个月把它关掉，5个月后回来，换了口径，读数低了6个多点。我不是说改口径是为了让数字变好看，我没有证据这么说，也不打算这么说，我只陈述发生的顺序，数字连创新高，停发，5个月后以更低的读数回归，顺序本身不需要解释。第二件，2亿人的事，进度是试点级的，灵活就业者参保率不足30%，这个数是公开的，人社部自己讲的，知道了很多年。相应的动作呢，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个省市，而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并轨2014年启动，10年过渡期，2024年准时走完。同样是制度设计，一件10年走完全程，一件铺了几年还叫试点。诸位，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那句话的另一个版本，一个体系解决问题的速度取决于问题落在谁身上。得嘞，收个尾，回到开头那个消失了5个月的数字，一个数字被停发本身不算什么大事，统计口径要改进，这是各国都有的正常操作。真正值得说的是那个反射弧不好看，先看看是不是数的不对，而这个反射弧普通人身上是没有的。您失业了，不能宣布暂停统计自己的收入；您孩子没找到工作，不能把在校生从家庭会议里踢出去，您只能按最原始的方式过日子，每个月有多少钱进来，够不够花，统计是给管理者用的，日子是自己过的。这2套东西什么时候对不上，什么时候麻烦就开始积累，因为管理者看见的那个世界已经不是您在过的这个世界了。所以下次再看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这句话，先别急着信，也别急着不信，就问2句。第一句，美国有 U6， 咱们那个把灰心的人，把想全职只跑到单的人都算进去的数在哪儿？第二句，那2亿灵活就业的人，这个月有多少人交上了社保？这2个数一公布，前面所有的话都能对上账，他们一天不公布，前面所有的话就都还是话。爱听不听，因其名矣，求其有声，咱们下期见。